很多人现在都在用 AI 工具，尤其是像 Google、OPPO 这样的平台。但如果你稍微仔细去观察一下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就是他们确实在用 AI， 也确实有在尝试这些工具，但是最后用出来的结果其实并没有真正帮他们提升效率。他们的使用方式其实是零碎的，因为他们在比较像是在试功能，而不是在搭系统。他们可能今天是一个功能，明天是一个功能，但这些东西没有被连接起来，也没有变成一个可以长期使用的东西。甚至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做了一个小工具，比如一个简单的生成器或者一个流程，用了一次之后就停在那里，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。但是问题其实不在工具本身，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没有用对方式。他们知道 Google、OPPO 是什么，他们可能也进去操作过，但是不知道怎样像一个真正的高手一样去用它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在用工具，但不是在用系统。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。工具是一次性的，系统是可以重复运作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同样是用 AI， 有些人可以每个星期省下10个小时以上，而有些人用完之后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本质上不是工具不一样，而是用法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今天这支视频我不会只是带你看功能，我会带你从最基础的开始，一步一步走到高手阶段。而且整个过程我会尽量用一种比较接近实操的方式来讲。你在听的时候不只是听，你可以在脑海里面跟着把整个结构想出来。我也会把我自己在用的一些工作流讲给你听。这些工作流不是理论，也不是那种听起来很厉害但是用不到的东西，这些都是我现在实际在用，而且每一个星期都在帮我节省时间的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已经被验证过的做法，同时你也会看到什么样的提示词是有效的。很多人会觉得 AI 好不好用主要是看模型强不强，但是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你怎么去指挥它。为什么有些人写出来的提示词很好用，而有些人写出来的结果完全不能用？差别就在于结构，有没有说清楚角色，有没有目标，有没有限制，有没有上下文，这些东西决定了结果的质量。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整合，你会慢慢理解为什么单一工具永远不够。真正有价值的是你能不能把多个东西连接起来，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系统。当你把输入、处理、判断、输出，再加上数据存储、通知、执行这些东西全部串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才会看到效率的变化。如果你愿意跟着我把这一整支视频走完，到最后你对 Google、OPPO 的理解会超过绝大多数在说自己会用 AI 的人。我已经把整套 Google AI 从工具到系统整理成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流蓝图，里面不只是工具，还有我整理出来的完整系统地图、工作流和可以直接用的模板。点击下方说明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领取。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，我先帮你把这支视频的价值讲清楚，这样你在看的时候会更有方向。第一个，你会真正理解 Google、OPPO 是怎么运作的，而不是停留在我知道它可以做什么的表面阶段。你会看到它是怎么把你的描述一步一步变成一个完整的流程的。一旦你理解这个逻辑，你就不再依赖别人教你做，你可以自己去设计了。第二，你会看到一个很基础的工具是怎么一步一步被你调整，最后变成一个可以长期使用的系统。这中间的过程其实就是从功能到流程的升级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你可以直接照着我讲的这些流程自己搭出一套工具，你不需要从零开始摸索，也不需要一直试错，你只需要理解背后的逻辑，然后照着做。所以这支视频的重点不是让你听懂，而是让你做得出来。你好，我是 Terry Ong。如果你想摆脱低效的忙碌，建立一个真正能为你赚钱的系统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只讲重点。好，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操作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 Google、OPPO， 你要先理解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它本质上是一个 No Code Platform， 也就是无代码平台。无代码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写代码，也不需要懂技术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把你想做的事情讲清楚。比如说，你想要一个工具帮你筛选客户，你就直接描述这个过程，系统会根据你的描述自动帮你把整个流程搭出来。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以前你要做一个系统的话，你需要先学技术，然后写代码，一步一步去实现整个逻辑。现在的话是你去描述需求，让系统帮你做出来。当流程生成之后，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画面，这个画面不是代码，而是一个结构，里面会有不同的节点，还有这些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。
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条生产线，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处理步骤，有负责输入的节点，有负责逻辑判断的节点，有负责 AI 处理的节点，还有负责输出和整合的节点。数据会从一个节点流到下一个节点，最后变成结果，而且这个过程是可视化的，你是可以看到的，而且这点很重要，因为当你可以看见流程时，你才有能力去优化它。你可以随时去修改这些节点，也可以重新调整流程，甚至你可以增加新的节点。最后你还可以把整个流程发布出去，变成一个别人也可以用的工具。现在你可以打开 oppo.google， 用你的 Google 账号登录。当你完成这一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进入这个系统了。接下来我要先帮你避免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，也是大多数新手一开始就会犯的。他们一上来就想做一个很复杂的东西，比如说一开始就想做一个完整自动化系统，但是这个做法其实是很容易让你卡住的，因为当你还没有理解结构的时候，你如果去做复杂的东西，基本上都会面临卡住的问题。正确的方式是从一个简单但可以实际用的工具开始。这个简单的意思不是随便做，而是可以执行的。你是在做一个可以直接放进你日常流程的工具。你现在可以先去 OPPO 的模板库看一下，里面已经有很多已经做好的案例，你可以随便选一个点进去。点进去之后，你不要只是看，你要去改一点点，然后直接运行，哪怕只是改一个字段，改一句提示词都可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要开始去观察每一个节点在做什么，它为什么在这里，如果把它拿掉会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要这样连接。你要用这种方式去理解系统。你这样看的时候，你就不再是用户，你开始变成设计者。重点不在于你看了多少个案例，重点在于你有没有真正动手。好，现在我带你做一个最基础的工具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我们来做一个客户筛选系统。你现在可以在 OPPO 里面输入你的需求，你告诉系统你需要一个工具，这个工具会做几件事情。第一，它会询问客户的预算、时间和需求，这里其实是在定义输入，也就是系统一开始需要的数据是什么。第二，它会根据这些信息给客户打一个分数，从1到100，这里其实是在定义逻辑，也就是系统如何判断这个客户的质量。第三，它会根据分数把客户分成高意向、中意向和低意向，这一步其实是分类逻辑，也就是把连续的数据变成可以直接行动的结果。第四，它会把这些数据自动记录到 Google Sheets， 这一步是整合，也就是把结果送到一个可以长期记录和使用的地方。当你把这些需求输入进去之后， OPPO 会自动帮你生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流。这个时候你先不要急着去用，你先停下来看一看结构，你会看到一个输入节点负责接收数据，接下来是一个逻辑节点负责计算分数，然后是一个 AI 节点，也就是 Gemini， 用来分析客户信息，最后是一个整合节点，把数据写进 Google Sheets， 整个流程是连起来的。你可以清楚看到数据是怎么流动的，从输入到处理到输出，而且你可以去修改任何一个部分，你可以改变评分规则，也可以调整分类方式，甚至你可以加入新的判断条件。做到这里，你已经完成了新手阶段，但你要记住，这只是开始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比较进阶的阶段，这个阶段其实是很多人真正卡住的地方，因为前面那一步大部分人是可以做到的，也就是做出一个基础工具，比如一个简单的流程，或者一个自动化的小功能。但问题是，当他们做到这里之后就停住了，因为觉得好像已经会用了，但又觉得好像还没有用到那么强。原因是因为他们只停在功能层，还没有进入流程层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知道一个工具可以做什么，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把多个步骤串起来让它变得更强。所以你在这个阶段需要开始改变一个思考方式，你要开始理解流程，而不是只看单一功能。什么是流程？流程不是简单的把几个步骤连在一起，而是一条完整的路径。你要开始去想这些节点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。输入、AI 处理、逻辑判断、整合、输出，这5个东西是一个完整的结构，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，而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些东西是一个完整的结构。当你开始用这个角度去看 Google OPPO 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工具，而是一条可以被你设计的流程。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更进阶的例子。这个例子是很多人可以马上用在自己业务里的，就是内容再利用的系统。这个系统的逻辑很简单，但是非常实用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平时写一篇文章，或者你有一篇已经写好的内容，大多数人的做法是发一次，然后就结束了。
这其实是最浪费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如果你用系统的方式来看，这一篇内容其实是可以被拆解和重复利用的。你输入一篇文章的链接，第一步，系统会先抓取这篇文章的内容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把外部数据带进来，然后这些内容会被送到 Gemini 做总结。这一步是把长内容变成结构，然后系统不会停在总结，而是会继续往下走，根据这个总结去生成不同类型的内容。例如，你可以生成10条社交媒体的内容，你也可以生成5条短文内容，每一条控制在280字以内。同时，你还可以生成2个不同版本的邮件内容，一个可以是简短版本，一个可以是详细版本。这里你一定要懂一个重点，这不是生成内容而已，这是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同一个输入被拆成多个输出。也就是说，你只做了一次输入，但你得到了多个可以直接使用的结果。这就是效率的本质，不是你做得更快，而是你用同一个动作产生更多结果。最后，这些内容会被整理好，你可以直接复制使用，不需要再去手动整理。当你把这个需求输入进去之后，系统会自动帮你生成整个流程。这个时候，你要做的是先停下来，看看结构，不要急着去用结果，你要去看看它是怎么跑的。你会看到一个抓取网页内容的节点，然后这些内容被传到 AI 节点，用来做总结。接下来这个总结会被传到多个 AI 节点，每一个节点负责生成不同类型的内容，最后再统一输出。当你看到这个结构的时候，你要开始建立一个意识，原来系统不是一条线，而是可以分支的。同一个数据可以被分配到不同节点去做不同事情，这就是流程思维的核心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，你不要直接用它给你的结果，你一定要去修改。为什么？因为系统生成的是通用版本，但是你要的是你的版本。你可以做几件事情，你可以调整提示词，让生成的内容更符合你的语气、你的品牌风格。你也可以加入条件逻辑，比如说，如果文章很短，就用一种处理方式；如果文章很长，就分段处理。你还可以加入整合，例如把结果存到 Google Drive， 或者自动发邮件给自己。甚至你还可以设置发布时间，让内容自动安排。当你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进入进阶的阶段了，因为你不再只是使用系统，你是在设计系统。而且你会发现，你每多加一个判断，你的系统就会变得更聪明；你每多加一个整合，你的系统就会更完整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接下来我们进入高手阶段，这里才是真正的差距所在。高手不是在用 Google、Oppo， 他们是在用它来构建产品。他们不是在解决一次问题，而是在建立一个可以一直运行的系统。他们的目标不只是省时间，而是把结果放大。他们会把原本需要团队花很多时间的事情全部自动化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是在节省一次时间，而是在消除重复工作。高手有3个核心能力，第一个是整合能力，他们不会只是用一个工具，而是会把 Gmail 搜索功能、Google 服务全部连接在一起，让流程自动运行。你做一次输入，后面全部自动完成，这才是真正的效率。第二个是逻辑能力，他们不是只是传递数据，而是在让系统做判断。例如，你做一个提案生成系统，系统会根据客户类型自动调整内容，不同的客户会看到不同的重点，小客户强调简单，大客户强调系统，企业客户强调定制。这不是模板，这是动态生成，是系统在替你做决定。第3个是提示词能力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如果提示词模糊，结果就模糊；如果提示词清晰，结果就清晰。你要把 AI 当成一个员工，而不是一个工具。你要告诉他你是谁，你要做什么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，你的限制是什么。当你讲得越清楚，它才会真正发挥作用，给你的结果就越好。接下来我给你几个可以马上做的系统，你可以做一个 SEO 工具，输入一个主题，系统帮你找关键词，并生成内容结构。这个可以直接用在内容创作上，你也可以做一个客户 onboarding 的系统，只是输入客户信息就会自动生成欢迎邮件和项目流程，这个可以直接用在服务流程里面。再来，你也可以做一个发票系统，输入数据就会自动生成发票并发送，这个可以直接用在财务流程。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，它们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你做一次就可以一直用，这才是系统真正的价值。最后一个重点，当你做完这些工具之后，你可以把它发布出去，生成一个链接，让别人可以直接使用。他们不需要懂 Google、Oppo， 也不需要懂技术，他们只需要输入信息就可以得到结果。这就是规模，你做一次可以用无数次。你不是在做事情，
你是在建立一个可以帮你做事情的系统。最后我给你3个建议，第一个，一定要测试异常情况，不要只是测试正常流程，比如输入错误或者没有数据的时候，系统会发生什么情况。第二个，一定要保存不同版本，这样你在调整的时候不会把原本可以用的版本弄坏。第三个，一定要结合其他工具一起使用，因为单一工具永远是有限的。如果你不想只是知道工具，而是想真正把 Google AI 变成你工作的系统，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浏览图，里面包括了15个 Google AI 工具完整地图，5条变现工作流，15个可直接复制的 prompt 和7天的执行清单。你可以在下方的说明区找到链接，直接免费领取，先拿去用，再慢慢把它变成你自己的系统。大多数人看完今天的视频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，但可能不会行动，2天之后可能就忘记了。如果你不想这样，现在就去 OPPO、Google 做一个真正可以用的流程，哪怕很简单，但一定要开始，然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做了什么，我会一个一个认真去看。如果你想学更多真正能帮你提升效率、放大结果的 AI 方法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Terry Ong，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